请说出姓吴的名人。我可以讲三国的人物吗？吴国泰、以前的我们的前总理吴卓栋、吴奇隆、吴庆瑞、吴庆旭，我们的建国一代吴宗宪啊，吴朱、吴磊、吴京、吴承恩，吴三桂，就是马来西亚有一个女演员翡翠山那个大嫂，吴丽璇。姓氏考古第一关，让小祖宗我来考考你。吴在新加坡是排名第几的姓氏？ C 第9。错，是排名第7。让我告诉你们，新加坡5大姓氏的排名是陈、林、李、黄、王。原来如此，看来我对吴姓真的很不了解。身为吴姓的后人，为了更了解祖辈的事迹，我决定出发到中国福建省，去被称作民间小故宫的吴姓古村一探究竟。欢迎吴家后人来到超过80%人口都姓吴的培田古村。吴丽璇，你对自己的祖籍有多了解？我啊，说实话，因为我从小跟着我外婆一起长大，所以我对我自己的吴姓祖籍其实了解真的不多。这次来到吴姓培田村，希望有怎样的收获？我这次是抱着非常开放的这个心态来到培田村的，所以今天我觉得我的所听、所闻、所见，都是我最大的收获。你知道今天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？我要去找一位吴爷爷，他带了1箱的族谱在神树下面等我。这就是一直守护着培田村的神树，快600岁的雷公子树。先人种下它，是希望后人可以像他一样，笔直挺拔的做人。培田村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单姓村，大约在700多年前，吴家的先辈为了躲避战乱，从浙江一路逃离到这里。他们发现这个地方有一条环绕村庄的河流，农田生生不息，风水甚好，便停下踉跄的脚步，在这里定居。早安，你是吴爷爷吗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个就是我们800年古村落，我们全村都姓吴的。哦，很有亲切感，吴爷爷，真的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吴爷爷今天是不是有带了1箱就是族谱出来？这是我们整个一个历史的见证哈。这是最早的乾隆版本的族谱，所以这是我们的镇村之宝，全部都在这里面了。这是整个我们吴姓历史都在这里面，可以感受到一个历史的重量在这里。我们可以打开看看吗？我们这个是很隆重的，那时候要在主祠里面去开的。哦，必须要在祠堂里面开。那这边稍微见识一下是可以，我可以摸一摸它吗？可以啊，你自己的人，这血脉就相通了。不可以了。我们现在马上去祠堂打开看看好吗？好，我们走吧。这个我可以拿的吗？可以，也是自己家的东西。有一个背负整个家族的重量的感觉。这是背着一个姓氏。那就欢迎你回家吧。谢谢。这么激动，真的，我也没想到。是啊，这一个血缘的关系，它是有感应的。其实，在拍这个节目之前，我对我自己的姓氏
没有太大的感觉，因为我自己跟我自己生父的关系其实是疏离的，我没有想到我会有那么大的感触，好像跟那个箱子有一种很特殊的连接，好像真的认祖归宗。当我看到“无祀宗祠”这4个字在上面的时候，很多暗涌、很复杂的情绪。当吴氏家族族谱的那一个箱子打开的那一刹那，我很自然的就有一种毕恭毕敬的感觉，真的是跟就是自家的长辈第一次见面的那种感觉。你手里这抓的这本东西，你不看它这破破旧旧的哦，这可是宝贝了。你看它现在记载了这么珍贵的内容啊，因为后人啊都觉得这都破破烂烂的，没什么价值，就在打扫房子的时候就把它当垃圾，要烧掉了。但我一发现，哎呦，我这可是宝贝了，我就这样把它传起来了。看看。吴美熙爷爷收藏的族谱一共有22本，完整记录从明朝开始至今的每一代人。他是花了整整4年的时间，才终于手抄整理完成。我想问爷爷，知道自己是第几代吗？我是23代。23代，所以村里面的人都知道自己是第几代吗？都知道的。每个人对，因为我们有完整的族谱，有每个人出生年月了，以后葬在什么地方啊，或者他迁徙到哪里去了，还有隔代出的人才，啊，每个时代遇到的灾难、灾异志，这些都有详细记载。原来找到同根同源的人来到这个地方，你会感受到一个人他不是一座孤岛，我们每个人的身后都站着一整个家族来为我们做后盾。我就突然间觉得，哎，那其实作为后人，他的责任之一不就是把先人的智慧传承下去那么简单吗？姓氏考古第2关。中国最早的一支吴氏家族吴权的吴部落，距离现在多少年了？3200年以上，4300年以上，5000年以上。啊，我们就说中国5000年文化一直都爱这么说。C。哎呦，算你厉害。吴这个字的本意是什么？大声说话，重物从天而降，消失不见。不见不可能是消失不见，我觉得就，我平时说话大声就 A 吧，大声说话。算你过关。哇哦，我果然有姓吴的人的 DNA。吴由口和象征侧着头的侧组成，代表晃着头高声说话。这个字后来又演变成古国名和地名，成了姓氏。培田这个名字寄托了先辈以田地养育子孙，靠教育培养后代的期盼。直到今天，培田村依然有1600多位吴姓人家在这里生活。民间大家都把培田叫做吴家坊，而村里最重要的街道就是千米古街。知道为什么叫千米古街吗？因为从村口去到终点，刚刚好就有1000米那么长。然后再来，就如果是老人小孩的话，都会优先让他们走中间这一条步道。或者是外面来的客人啊、游客什么的，这就是待客之道。然后，我们就让路吧。我现在也是培田村的吴家人了，我是吴家后代。还有，千米古街可是古时候社交和经济的黄金通道哦。培田村里面各个角落都彰显了很多吴家祖先留下来的智慧，包括我前面这一片鹅卵石。每一个看起来都像一个人形、一个八字，然后还有入，都是2画的。
华人八就是发财发的意思，就是财富的意思，然后就是寓意着所有的人都可以共享这个财富。如果把这一整块板，你想象把它竖起来看的话，它就是人叠人，人叠人就是人上有人。人上有人，除了你追求做一个人上人之外，那也不要忘记在下面托举你上去的那些人。我觉得哇，这里面一个字都没有，但是藏着那么多的寓意，好厉害！来到这里之前，我就听说培田村曾被百家地方媒体推荐，公众票选为10大最美古村落。果然名不虚传，走在里面，感觉时间都过得特别慢，每一砖每一瓦都有自己的故事。好了好了，吴丽璇，你别再演了，快去找找村里有什么好吃的。隆重介绍这道传说中培田村最具特色的美食——九门头。你试过一餐吃掉一头牛吗？九门头是牛肉和牛内脏9个部位一起爆炒，用当地酿制的米酒涮煮出来的一道食物。吴家人在吃这方面看来不是一般的重口味。吴丽璇，不如你来猜猜看，这道菜到底有哪些牛的部位？牛肝、牛百叶，看起来是肠吧？老板，这是什么？牛舌，牛舌啊，这个牛肉咯。这个是海参。牛肚尖啊。哦，牛肚尖就是顾名思义，就那个尖角的部分。OK， 这也1、2、3、4、5种，还有啊，这个长不一样，这应该就是猪心了吧？啊，不是，导演，我已经翻不到了，翻来翻去都一样。I cannot。好啦好啦，让我来告诉你吧。是牛肝、牛肠、牛泥肚尖、牛百叶、牛心管、牛心头、牛舌、牛心，还有牛肉。我说的这些也是下锅的顺序哦。先是牛舌，哇，很好吃，好好吃。牛肠，咬 rubber， nice， 这应该咬很久了。其实我觉得很好，完全没有一些奇怪的可能内脏的很难以接受的味道，有的只是不同的口感。吴丽璇，赶快尝一尝这锅用来涮九门头的米酒。哇，正点，你们一定要来培田村试这一个。在培田村就走着逛着的时候，我就有发现家家户户门口都会吊着一对灯笼。然后原本我以为灯笼只是装饰物，后来我凑近一看，我就发现原来灯笼上面是耕读传家4个字，它其实是祖先留给后辈的这个家训。耕读传家，简单来说就是靠双手踏实生活，靠读书让家族兴盛。想了解更多，那就要好好会一会这位极力传承吴家文化的吴兄弟了。既然祖辈都强调要靠双手生活了，那今天就上山干点活吧。走对一段路，应该就可以找到文杰老师了。没事，早一点起床，学习耕读文化。耶！老师，你在这儿，走。走，我们来去采野果了。采野果。但我放眼望去，我凭我的见识，我实在看不到什么果树。猕猴桃？对，猕猴桃就是 kiwi 是吗？这是野生的猕猴桃。这么小一个，我们平时买的这么大一个，跟我的尾指一样大吧，一点点。尝一尝。酸，那是因为它还生，然后它真的就是有奇异果的味道。可是它有一个辣舌头、辣喉咙，哇辣！啊，你看我们河边，就有这个我们的小猕猴桃。吴文杰，我的堂弟，我觉得他就把我带回去我小时候的那种感觉，就是好像就可以跟你的那种堂兄弟啊、表兄弟啊，一起在乡村里面很无忧无虑这样子到处去玩。
放点酱油浸泡一下，跟人家说这是鱼子酱。老实说，如果是你真的把我放归森林的话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在树上找到这些野果果腹。我们去那边采野果，可能需要爬树，有没有兴趣？一起爬。爬树？对。哇，你脱鞋子了！原来不止双手，连双脚都要用上。吴丽璇，你可以吗？姓氏考古第3关，以下哪个不是吴姓的郡望或堂号？渤海、江夏、武昌。 A 错，答案是江夏。不是，郡望是地域性的家族显赫标志，区分同一姓氏的豪门与寒门；而堂号是家族自立的文化标识。渤海和武昌都曾经是吴氏的聚集地，培田村用的就是渤海的堂号哦。吴姓家族在培田扎根了近700年，他们盖祠堂、办书院，推崇耕读传家，强调勤劳、节俭、修身和读书。在这个村子里，耕读是一种生活方式，也是家族的信念。有一点远呢，老师。看。哇，那边有2个果子。哎，那今天我们就来爬下这棵树。啊？你是说我爬这棵树吗？你敢尝试一下吗？老师，这棵树如果有3米高的话，掉下去是13米。你如果不敢尝试，我来。哇，你脱鞋子了。好了，把杆子给我吧。来，长在悬崖边的树，吴文杰说上就上，而且还对野果这么了解。要不是天天往山里跑的孩子，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技术含量和胆量？你们说他是不是现代神农？这个保护头还是最重要的。下来了，呀！哇，自己摘的果子最甜呢。吴文杰自大学毕业就回乡创业，他把山谷打造成自然研学基地，希望后代重新接触自然，实现耕读教育。跟着他一整天，我觉得他特别享受小时候的成长过程。在他看来，吴氏700年的耕读文化才是培田真正的灵魂。我真心觉得很感动，有人愿意不辞劳苦的去扮演传承的这个角色，而这个人就是吴文杰。石帆音乐是流行于福建地区的一种传统音乐。这支由吴家女儿和吴家媳妇组成的女子乐团，每忙完庄稼和家务，就会聚在一起演奏，有时还会到其他地方演出。好听，有打扰大家在练习吗？没有。没有。就是想问一下，是培田村的华乐队吗？石帆乐队，石帆乐队这个也是我们这边的以前的这个非遗传统下来的。哦，为什么都是全女班都是吴姓的姐姐们？我们女的话，有的外面嫁过来就不姓。哦，有些是我的姐姐们，有些就是我的嫂嫂们，我姓吴。我其实很多年前有学过华乐，那我可能试试看嘛，因为我真的可能20多年没碰过。可以啊。哇，我真的按不下去，大家也听不下去。来，我要再努力一下。吴丽璇，你还是当回主持人吧。那好吧，我就去关心一下嫂嫂。
嫂们嫁进我们吴家的幸福，看看我们吴家的男人在嫂嫂们心中有几分。哎呦，还真八卦。罗姐嫁来培田村有多久了？嫁来头尾32年了。那时候你是看上老公哪一方面啊？就是培田村的吴家男人对你来说魅力在哪里？好害羞的问题呀、他这个人讲实际话不会丑，我自己这个可能是我自己不会丑，我理解为帅。而且他当时的话，他比较勤快，他老实，他勤快。我搞乐队搞这些，他也很支持。对我来讲的话，就是说我们过日子就是要这种。培田村1600多位居民里面，有1300人姓吴，而这300多位外姓人当中，还包括了嫁进来的吴家媳妇。姐姐们对我的接纳，让我感觉到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的亲近，大家都像是吴家的女儿。而每天准点响起的食饭音乐，就是他们写给培田村的有声日记。以前我一直觉得文化传承这些词离我们有点远，但是在培田村遇到努力守护吴家文化和传统的每一个人，我忽然明白，人的生命是和一段很长很长的历史相连。当你主动去了解它，拥抱它，心里好像就有个地方被实实在在的填满了。吴家祖辈的教训，培田700年来的美好，就在最朴素的一餐一饭、一厨一梨间，平稳温暖的延绵不息。